他靠一包神奇的虾条征服了整个日本。卡乐比最新财报显示，年营收超过3000亿日元，拿下日本零食市场半壁江山。在薯片这一品类上，卡乐比的统治力更夸张，市占率高达71%，是当之无愧的行业霸主。而这一切源自一个用野草和米糠做团子活下来的男人，他就是卡乐比的创始人松尾孝。从广岛的废墟中起步，他靠什么翻身？在那场日本薯片双雄对决中，他又是如何反沙湖之屋完成逆袭？可就是这样一个在日本神挡杀神的品牌，出海之路却走得磕磕绊绊，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？大家好，我是胖猫，日本零食之王卡乐比的崛起故事。1912年，松尾孝出生在日本的广岛。出生时家境并不差，属于是小康偏上水平。父亲早年间创办了一家名为松尾寻角堂的小作坊，主要做的是当地的一种特色甜点，叫柿子羊羹。等到松尾孝出生的时候，家里已经开始经营米糠和谷物的加工买卖，这家族生意还算不错。可天有不测风云，这一年糯米行情突然崩了。老爸原本想着靠囤糯米赚一波大的，结果行情反转，弄的是血本无归，还倒欠了别人1万日元的债务。这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。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？叫屋漏偏逢连夜雨，船迟又遇打头风。母亲在这件事之后就因病去世，父亲大受打击，这身子骨也变得越来越差。家里还有个弟弟，当时年幼，这个家一下子就压在了只有10几岁的松尾孝肩上。没办法，他只能一边念书一边学着做生意，什么进米糠、兑碎米、磨细粉、晒干粮、装麻袋、送货忙、寄流水、盯市场、防赖账、斗奸商，从早忙到晚，是全场一人扛。那时候的他哪有心思去想将来做什么大生意，满脑子只有一件事，先把眼前的日子熬过去，这债能还上一点是一点。1931年，松尾孝18岁，高中毕业。同年父亲去世，他把家业改名为松尾食粮工业所，开始摸索着做粮食废料的加工生意。他从清酒厂进米糠，加工成饲料卖给农户，把碎米熬成浆糊，批给染布的工匠做蘸料。他领悟一点，要有效利用那些不起眼的东西来创造价值。这不是啥商学院里面讲的理论，而是一个人在绝境中的求生本能。之后二战爆发，日本粮食供应的很大一部分来自殖民地，特别是台湾和朝鲜。随着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推进和海上封锁，日本国内粮食出现严重短缺，于是政府对主食进行严格的配给制度，米饭就不要想了，简直就是奢望。长期的饥饿导致日本人体质急剧下降，城市里到处能看到营养不良导致的浮肿病。一边是合法配给无法满足生存需求，另一边黑市交易泛滥，黑市米价是官方价格的几十倍甚至是上百倍，一般人根本吃不起。很多城市里的人就跑去乡下地里搜寻食物，什么野菜、树皮、草根、米糠，甚至是蜗牛、昆虫。饿疯的人哪管得了这些，什么都往肚子里塞。在这期间，松尾孝动手做起了所谓的代用食，胚芽粉、地瓜渣、碎米、小麦皮全都用上了，搅一搅，压一压，做成团子、饼干。你听起来是不是像饲料？对，也差不多。本来是卖给农户喂牲口的，现在成了工人的主食和学生的早餐。到1945年7月，已经是战争后期，城里的男性几乎都打光了。松尾孝也被征召入伍，派去了北九州。1个月后，8月6日，原子弹啪落在了他的家乡广岛。一瞬间，广岛成了人间地狱，而他家老宅就在离爆炸中心不到1.5公里的地方。他幸运地躲过了一劫。随后日本投降，战争结束。当松尾孝回到广岛时，迎接他的不是亲人，而是一整座废墟一般的城市。熟悉的街道不见了，工厂、仓库、老宅全没了，空气中残留着尸体和焦土的味道。在残垣断壁之间，松尾孝重新做起了代用食，利用一切能找到的材料，野草、米糠捏吧捏吧做成团子来救济众人。到了1945年底，他把旧军粮仓库改成了办公室，这个战火废墟里的小工厂就是卡乐比的起点。战后从45年到47年，这2年是日本粮食最危机的时期。从48年开始，以美军为主的盟军占领当局通过占领区政府救济基金，向日本输送了大量的粮食、奶粉等救援物资，情况开始明显好转。那种用野草来做团子果腹的绝望日子已经基本结束。1949年，松尾孝正式成立了松尾粮食工业株式会社，推出了第一个商业化产品，叫卡乐比焦糖，一种由麦芽糖浆和谷钙粉制成的营养糖果，在市场上受到欢迎。1955年，他将公司更名为卡乐比，这个词不是日语，也不是英文，而是他自己合成出来的词，是钙和维生素的组合。
松尾校最初的思路是做有营养的糖果，重点是放在补钙、补维生素这些基础营养上，可市场却悄悄地把它推向了另一个方向。为什么？因为进入50年代，日本经济复苏，百姓不再像之前那么饿了，人们对活命的需求在下降，对 happy 的欲望在上升，廉价的快乐成为整个社会的新刚需。孩子们不再满足于营养焦糖，他们开始追求更好吃、更有趣的零食，哪怕营养成分没那么多，但吃起来爽、包装可爱就行了。松尾校很快就捕捉到了这个转变，他没有死守营养这条老路，而是反过来思考能不能做出一种既便宜又好吃，还能带点趣味的休闲小食。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日本传统零食里的经典款阿拉蕾。这原本是用糯米做的小块米饼，脆脆咸咸的，是老一辈人爱吃的零嘴。但松尾校另辟蹊径，他不用糯米，而是用小麦粉来做，生产更稳定，成本更低，口感更新鲜。不过光有产品还不够，他还需要一个更能打动孩子们的符号。当时有位人气漫画家叫清水坤，他的代表作《河童天国》风靡全国，里面那个圆脑袋、大眼睛、绿皮肤的妖怪河童成了家喻户晓的形象。松尾校灵机一动，找到了清水坤，请他为新产品设计包装，包装上画上了可爱的河童，卡帕阿拉瑞诞生了。上市后市场反馈积极，于是卡乐比陆续推出了多种口味与形态的衍生产品，直到1964年，卡乐比迎来了第一个超级大爆款河童虾条。卡乐比虾条的成功绝非偶然，我们可以从3个维度来拆解为什么这款产品能成为大爆款。这第一，即便是膨化类的零食也要真材实料，不同于市面上使用虾粉调味的低成本做法，松尾校坚持使用来自濑户内海的整只鲜虾，直接混入面团中制作。这不是什么好不好吃的问题，是一个品牌对食材的尊重，对消费者的良心。第二，讲一个有情绪的好故事，把个人记忆转化为产品叙事，使消费者与品牌建立情感连接。据松尾校回忆，虾条的灵感来自他童年在故乡河边捉虾的经历，而他最爱的食物是母亲用这些小虾炸的天妇罗。他说的这些经历是真的还是假的，无从考证，也没有必要考证，因为妈妈的味道、家的味道本身就带有天然的情绪价值。这第三，让广告语成为流行语，停不下来，止不住，是一句绝对可以载入日本广告史的经典口号。它在日本社会迅速传播，成为家喻户晓的流行语。它精准地描述了这款零食令人上瘾的特质，又带点鬼畜与洗脑的节奏。有兴趣的可以去搜一下，就好比当年的脑白金，你就能理解了。于是从品质到情绪再到高效传播语言，卡乐比在1960年代就完成了一个现代消费品牌的标准闭环，放在今天依然可以当成爆品公式，值得借鉴。在60年代卡乐比虾条大获成功后，松尾校意识到虾条不是终点。从70年代开始，卡乐比决定切入薯片市场，而当时的日本薯片市场是什么情况？胡池屋一家独大，创始人小池和夫1953年在家门口开了家小店，专门做炒豆子和大阪烧之类的食物。有一次，他和几个朋友在一家小酒馆喝酒，朋友点了一份薯片，他拿起一片一尝，我的妈呀，好吃到眼泪哗哗。身边的朋友以为这哥们大概是喝多了，想起了初恋，就安慰着把他送回家。回到家里，小池一想，反正都是要炸，干脆豆子和大阪烧不做了，改炸洋芋片。这一句话说的容易，但真要把事儿做成并不容易。找到合适的土豆，攻克工艺难关，研发连续式油炸机，直到1962年，胡池屋才推出了其标志性的海苔盐味薯片。它是日本第一家成功实现薯片的工业化量产，海苔盐味也自此成了日本薯片代表性的经典口味。可以说，胡池屋定义了日本薯片的起点。那么作为后来的卡乐比同先到的胡池屋，这场上世纪70、80年代日本薯片大战战况如何？咱们先说结果，卡乐比是直接 KO 胡池屋。虽然在之后的80年代，胡池屋推出了革命性的产品辣味薯片，获得了空前的成功，对卡乐比发起反击。但是卡乐比和你打的不是一包薯片好不好吃，这一城一地的问题，而是覆盖种植、物流、制造、营销的全体系逆袭战。这第一步依然从品质入手，掌控源头。1976年，卡乐比成立了卡乐比土豆株式会社，深入北海道腹地，与当地农户签订种植契约。目标并非短期采购，而是从品种培育、种植密度到收储系统全面介入。此举打破了传统依赖批发商采购的模式，使卡乐比能够确保原料供应稳定，降低采购成本的同时，依然能保证品质不变。一颗好土豆比啥都重要。
这第二步，卡乐比采取了多工厂小半径的生产策略，目的是避免全国配送带来的新鲜度下降。由于当时的包装技术不同于今天，薯片的最佳赏味期限非常短，很容易受潮。卡乐比在雨都宫、千岁等地陆续建立分散式工厂群，靠近主要消费市场，这使卡乐比的薯片在货架上总是比竞争对手更新鲜，口感更好。这第三步最重要，卡乐比相比胡吃屋更会营销。还记得最初松尾校找畅销漫画家画合同吗？这卡乐比和胡吃屋比起来更会哄小朋友开心，他们在营销上非常舍得花钱，不仅大规模投放电视广告，还在零食包装里放入了赠品。1971年假面骑士卡片零食和1973年的职业棒球薯片点燃了全国性的开盲盒收集卡片热潮。这些产品不仅是零食，更是那个时代孩子们的社交货币和集体记忆，这个我相信很多人应该都有同感。在卡乐比的猛烈冲击下，胡吃屋因资本、渠道、营销规模的差异逐步落于下风，在当年失去市场第一宝座后，至今没有翻身。到现在近几年的日本薯片市场，卡乐比基本上能稳坐半壁江山，胡吃屋约在2到3成，剩下的才是其他。至于欧美薯片，根本就打不进日本市场，卡乐比已经成了日本人购买薯片时的默认选项。80年代之后，随着日本国内市场的日趋饱和，对卡乐比而言，走出去向海外扩张成了一个必选项目。但一路走来是艰辛坎坷、曲折离奇。咱们先从最近的说起，香港。卡乐比在香港打的是最顺的一仗，为啥？说白了就一句话，你讲规矩我也讲规矩，你靠谱我也靠谱。时间回到1970年代，卡乐比跟香港本地食品商四周集团搭上线。四周的老板戴德峰，江湖人称零食大王，在一次晚宴上认识了卡乐比的代表，两边一聊，一拍即合。从那之后，四周成了卡乐比在香港的独家代理，把日本虾条和薯片源源不断地送上货架，也迅速在香港市场打开了声势。从此卡乐比在香港有了一席之地，合作的越久感情越深。1994年，两家公司决定升级关系，正式合资，成立了卡乐比四周有限公司。原来是你供货我卖货，现在变成了一起投钱一起干活，风险共担，利益共享，这才是真正的绑定。但最关键的一步是2000年，他们在将军澳合资建厂，实现本地化生产。一方面产品更新鲜，另一方面口味也开始本地化，整出了一堆港味限定，什么避风塘炒蟹、咖喱鱼蛋、烧鹅味薯片，听着就有食欲，吃着还有情怀，消费者当然买单。再加上本地生产不用再缴关税，运费也省一大截，价格打下来，卡乐比在香港市场的竞争力直接起飞。香港那一套玩得不错，合资模式初见成效。卡乐比日本董事会开会，大家拍拍手说干得漂亮，走去对面的台湾。按理说台湾这个副本肯定比香港要好打，一则台湾消费力不差，二来也算是熟人局，可没想到直接踩雷。为啥呀？队友不靠谱，合资模板是一模一样。香港找的是四周零食大王戴德峰，到了台湾他们找上了味全，没错，魏家四兄弟顶新系。2012年，双方成立台北卡乐比公司，还放下豪言，5年内拿下台湾休闲食品市场10%的份额，目标定得响，动作也很快。卡乐比在味全斗六工厂搬来了日本本土全套自动化生产线，主打的产品像薯条三兄弟这类人气王，准备是大干一场。结果呢，别说是5年，4年就崩了。2016年，卡乐比突然宣布终止合作，台北卡乐比公司解散。导火索就是那场轰动全台的地沟油事件，又称灭顶风暴。味全被卷入食品安全丑闻，舆论炸锅，卡乐比也跟着遭殃。原本好好的一包薯条，忽然就变成了魏家出品，在台湾消费者眼中直接贴上有毒的标签。2015年，卡乐比在台湾的销售额暴跌50%，品牌信誉扫地，合资公司失去了存在的根基。到了2016年8月，卡乐比只能选择独资重来，设立台湾卡乐比股份有限公司，重新整顿品牌，靠自家力量一点点修补战场。再回头来看，卡乐比进军中国内地，可以说是几度起落，一言难尽。一开始2012年8月，卡乐比联手伊藤忠商事和康师傅中国成立了卡乐杭州食品公司，对，就是台湾合作的同时，在大陆一起和鼎新魏家合作。目标很简单，借助康师傅庞大的渠道网络，把卡乐比的零食铺满整个中国。听起来是很完美啊，现实却啪啪打脸。2015年11月4日，合资公司突然宣布分手，给出的官方理由是经营理念不一致。但说实话，这事儿多半跟闹得沸沸扬扬的地沟油事件是脱不了干系。
魏家的品牌信誉一夜崩塌，卡乐比也只好急流勇退。可就算是分手，卡乐比也不甘心彻底退出，中国市场太大太香了，哪怕不能全面进攻，也得在这儿插个旗子。万一哪天找到了靠谱的新盟友，说不定还能卷土重来。正好那几年中国电商兴起，淘宝、天猫风头正劲，卡乐比干脆绕过线下，开启了天猫旗舰店，走纯线上路线。结果呢，刚喘口气，2017年央视315晚会直接点名批评卡乐比涉嫌将日本福岛核污染区的食品卖入中国，一时激起千层浪，电商平台火速下架卡乐比产品，品牌声誉一落千丈。更冤的是，这批产品根本不是卡乐比天猫官方店卖的，而是某家跨境代购商自己上线的进口货。可公众哪管那么多，锅直接扣在了卡乐比的头上。虽然后来电商销售陆续恢复，但品牌伤痕难消啊。至此，卡乐比在中国市场始终处于边缘化的状态，难以再有大动作。反过来看东南亚市场，情况要好许多。1980年，卡乐比就杀进了泰国，跟当地企业合资，40多年深耕下来，不仅把品牌做出了忠诚度，还整出了冬阴功虾条、香茅洋芋片这些接地气的爆款，本地人吃得开心，日本总部看着也舒坦。而在新加坡，一直走的是商贸代理路线，也相对比较稳妥，靠着泰国和新加坡这2块基地，卡乐比在东南亚有了立脚点。这东南亚的第3站，卡乐比瞄准了印尼市场。这一次有了前面的经验教训，说到底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，要的无非就是渠道。于是他们找来了印尼快销巨头 Wins 集团。这家集团主业做洗衣粉、牙膏、家居清洁用品，完美合伙人，不做食品，又能提供快销渠道，省得队友卖地沟油，自己跟着倒霉。于是双方成立合资公司，合作推出产品后，市场反响热烈。卡乐比甚至把自家看家的 VCAT 切片技术都搬了过来，财报也很诚实，利润年年涨，成了东南亚最能打的市场之一。在亚洲市场走了一圈，卡乐比终于把目光转向了大洋彼岸美国。其实从亚洲超市货架走向美国主流，是一场耗时50年的等待。早在1960年代末，他们就把虾条出口到了美国。1970年还成立了北美子公司。可几十年过去了，卡乐比的产品几乎只在华人超市、日本食品店里才能看到。核心消费者不是亚裔移民，就是从日本来的留学生。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，卡乐比是啥？没听过。这时候如果换一家死脑筋的日本企业，可能就要开始问怎么让美国人爱上虾条。但卡乐比不问这个问题，他换一个角度，问的是健康主义当道的美国人到底想吃什么。答案是他们想吃豆子。Harvest Snaps 横空出世，这不是啥从日本引进的小改款，而是彻头彻尾为美国人量身打造的新品类。低脂肪、高纤维，一下子就打进了健康零食圈的 C 位，做出一种酥脆的咔吱咔吱上头的口感，让你一边减脂一边停不下来。Harvest Snaps 从此在消费者心中自带健康滤镜。UP 在图奥对比超市零食区那些咸得要命的薯片，算了，我还是买包豆子吃吃吧。最后我们回到日本，所有的故事终有终章，传奇也终将交棒。2003年10月28日，这位广岛的不死鸟松尾孝平静地走完了他91年的人生，在东京去世。从广岛的一间小作坊到如今遍布全球的跨国食品集团，卡乐比的故事是一个关于无中生有的创业传奇，也是一部竞技丛生的全球化道路上不断试错、艰难求索的奋斗史，更是一个关于坚守初心的传承故事。那句停不下来、止不住的广告语，如今不仅形容薯片的美味，更像是在昭示着这家企业永不停歇的创新与进化的脚步。